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个在终端机上面比较特别的东西，叫做 XIX， 它可以在终端机文字终端机的里面去画图。我们先秀一下它的一些结果，比方说在这边来看好了，这边其实已经秀出来了。好，我现在在 Cursor 的那个头，我用一下我已经下载了一个简单的工具，叫做 L6， 这是在一个 Terminal Emulator 终端机里头，但是 L6 它是利用 SIX，然后呢，能够显示档案里头的缩图的部分。那我这边档案里有很多缩图，它在一下全部都显示出来了。你也可以在这个很常用的 Ctrl+L， 你也可以单纯的就用标准的工具，比方说是 Convert， 这是从 ImageMagick 里头来的。你可以 ImageMagick， 你可以安装它。在安装以后会得很多工具，它不同版本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但是一个很常用的一个工具叫做 Convert。比方说我用 Convert， 我先看一下我这边有什么档案 ，Convert SBM4 好了，然后01，这边接下来要接的那个后面就利用这种方式呢 ，XIXEL dash 代表的是一个减号，这个东西代表的是输出到 standard output，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终端机这边，然后前面这代表它的格式，那我们就把这张图片输入到终端机上面。你看到它有点小了，因为这张图片有点小。好，我们稍微的清理一下，把这个刚才这个指令稍微修改一下。我这边用 FZF 来选择档案，然后用一样的事情。好，这边用 FZF 来找一个这样比较稍微方便一点点。比方说我这边有一些，我找个稍微大一点点好了。这是一个有点错视的，这是上面其实没有红色，但你看起来像是有红色的一个很经典的草莓错视图。然后再找一个，比方说，这是我的一个测试图片，然后或者是爱因斯坦的头像变大。那我们一样还是可以问说要怎么把它 resize。OK， 它的指令是 dash resize 800×600可以。How to just scale？OK， 所以 resize 50%， 我们用这个方式来用。其实它可以控制说它的宽度啦。等一下用一下，我记得好像其实我有用过。好，把它缩小了，我们可以把它修出来。其实应该可以控制，比如说是800，也可以哈，它就控制在，我忘记它是高度还是宽度了。还是说两个都是，这个也是800太大了。好，这只是一些简单的，我们300好了，这是一个小图，它图片本来就很小。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是在 WSL， 那我这边用 Cursor， 那我另外用 VS Code 也是一样做了一样的事情。然后这个东西是 Deep Fusion 的 dataset， 我从里头随便挑一个图来印出来。我把图稍微缩小一点，照刚才的做法，400好了，400太大，300。OK， 这样看起来不错，现在就可以变成一个简单的图片选择器。那事实上也有人写好一个像是文字界面的 File Explorer， 在文字界面里头，在终端机里头，然后呢可以让你去做这个东西。也有人写出像是 IPython 类似 IPython 的一个界面，或者是 Jupyter Notebook 这种界面，可以在里头画图。那有机会的话再介绍一下，因为我现在没有准备这么多。因为老实说，在有 Visual Studio Code 的情况之下，这些东西并不实用，因为包含画图什么，我觉得 Visual Studio Code 它的这个 SSH 的功能，这东西很实用。但是这个东西呢，在一些浏览图片，在一些紧急的状况，浏览图片有的时候还是挺方便的，这是我会用的，所以我会用大概只有 L6 跟 Convert 这两个东西来秀图。那其他东西有很多尝试过，但是觉得后来都没有留下来。我觉得它应该在某个场合会有使用，因为我有的时候也会用那个它的那个 File Explorer 去看图片。不过现在因为有用 L6 和 Convert 这两个比较简单的东西，会比较容易去用。然后 L6 的话，你就直接搜寻 L6， 然后就可以在网络上面找到，然后它可以直接下载下来，因为它只是一个 Shell Script 就可以用。那 Convert 就在这边。好，那要怎么设定这个东西在 Visual Studio Code 上面呢？你要做的事情是你要做的 setting， 要 set 很多地方，但是基本上你去搜寻 SIX 就可以找到把它 enable 的地方。你每个地方都要 enable， 最好都 enable。如果你要全部真的要使用的话，就把它打开 enable 就行了。当然这边也提示你要把 GPU 加速不能关掉，以及它其实除了支援SIXEL 之外呢，它也支援 iTerm。其实它也有支援 iTerm， 它是另外一种跟图片有关的，但是它是比较新的。等一下我们稍微讲一下 SIXEL 6的历史。它在 Windows 上的支援其实并不好，那就是 Visual Studio Code， 但是 Cursor 可以。那一般我们其实也比较少连到 Windows 的机器，所以大部分都有用的地方大概就是连到远端。你在 local 的时候也就直接看图就好了嘛。然后在大部分就是你连到远端的时候，这个东西偶尔需要的时候，
稍微看一下里头图片会比较快速，比你当然也可以从那边档案选取，然后去 VS Code 其实这边也可以秀图啦，也蛮方便的但是有的时候这个东西浏览起来更加方便一点点，这个要记得打开它才有办法。但是很神奇的是 VS Code 的 Terminal 其实支援程度相当好。那这一类的东西呢，我们简单说一下它的历史和相关的一些资讯。其实你可能会想说，哇，这个图片在里头秀图片这件事情真的有意义吗？或者是说它应该是个很新的东西吧？其实它非常旧，它在很早的时候，在 VT200 在 DEC 的那些 Terminal VT200、VT300 的时候就有支援了。其实还有另外一些绘图的一些终端机的一些协定，像是画一些向量图的东西那个也蛮有趣的。不过现在在这几年，我自己觉得 6L 这个东西突然又受到大家的重视，这个我知道很久了，但是这几年大家突然重视，可能有一部分也是因为我觉得是资料科学或什么的兴起，你可能会想在远端看图片，特别是我觉得在 IPython 里头一个某种 IPython 的版本，它可以在里头画图这件事情，还有其实有一个东西好像叫做什么 E 开头的EuroPy 什么的那个东西，它也是一个等于是文字版本的 Jupyter Notebook， 它其实也可以，我记得它有这个支援 6L 的功能。那也有人写一些像是看 YouTube 那些东西的，但多半我觉得实用性不高，只是好玩而已不过有趣是这是一个老的协定，那 iTurn 那个当然是相对是新的协定所以它在很早像这种 VT300、VT340 的机器上面都有支援这边也有秀它，你看它这边支援的其他叫做 Texonics 4010 Graphics， 这是另外一种可以画图的东西。那这个东西是向量图它可以画向量图，也蛮有趣的，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用它来画。我觉得它实用性也不高但是还蛮有趣的，特别是你还可以画出一些看起来很复古的 3D 的 wireframe 这种图。那关于 6L 这个东西呢，有一个网站是可以去看的，是这个网站，这个东西叫做 With6L Yet， 就是有哪些东西是支援它的。其中对我来说，我一直在用，我一直喜欢的一个终端机模拟器是 Console KDE 的 Console， 其中一个原因之一也是因为 Console 它支援了，这边有没有写过去看 Console 这边有 Console， 它很早就支援，也没有很早，但是有一段时间了，有一段时间它就支援了那个 6L， 所以你在 Console， 如果你是 Kubuntu 那一派，你装 Ubuntu 的时候你不装 Ubuntu， 你装 Kubuntu。我之前大部分的电脑都是装 Kubuntu， 如果你是装 Kubuntu 的话，那你 Terminal 大概就是 Console。那 Console 它的功能很多，其中一个就是可以支援 6L 的图片。那另外一个支援的有趣能够支援的其实是 MinTTY 因为是 MinTTY 应该是一个 Windows， 应该是 Windows 上没记错，应该是 Windows 上的一个可以在 Windows 上面跑的一个东西。那它其实有支援 WSTTY， 然后 MinTTY， 它可以支援 WSL， 然后可以在上面，所以在 WS 上面它相对就让它画这些图形来使用图形是相对简单的。然后另外有趣的是一些老牌的 Terminal Emulator 像是 Xturn 像是 Xturn、MLturn 它都有支援。我刚才看到这个 Xturn.js 是有支援的，然后像是 YAFT 是在你不需要 X 视窗或什么，只是在你的就你直接用你的显示卡这叫 FrameBuffer 上面它其实也是有支援的它是有支援，所以有蛮多它这边是有支援的，然后有很多是没有支援但是现在有支援的来说就相对多了。那什么是没有支援的呢？比方说 Mobile Xturn， 这大家还蛮常见的 Putty 很常见的，这是没有支援的。然后iTurn2 有支援，这是因为我没有在用，我也不晓得Foot 有支援可能有人用 Foot。然后呢 GNOME Terminal 这是比较重要的， GNOME 那一派的东西它都没有支援就是 GNOME 用那个应该是 VT1 的那些都没有支援它。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内容。